不听话，我有的是办法治你们这种顽固胚子。妈妈，别打了，我听话，我愿意接客，我愿意。好闺女，早这样不就好了？你可是我未来的摇钱树，我也不舍得这样对你的。我于心不忍，趁着夜深人静时，偷偷溜进房间，给她塞了2个包子，却见她哭着给我跪了下来，说自己是帝后嫡女嘉诚公主。随后贴身取出一块月牙形的羊脂玉佩，塞到我手里，让我去镇国公府找人来救她。我咬牙答应，将全部身家压在了她身上。我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公主脱离苦海后，能念着今日的救命之恩，查清楚爹娘当年被杀的真相，替我主持公道，报仇雪恨。她哭着扑进我怀里，发下毒誓，一定帮我报仇雪恨。可没想到，我拼出性命救公主脱离苦海，她恢复身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我。双儿，本宫的名声不容有损，任何知道本宫曾在醉风楼里待过的人都得死。看在你帮过本宫的份上，本宫赏你个痛快。公主，你明明答应过奴婢替奴婢查清楚2条贱命而已，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查的？该死的贱婢！不过帮了本公主一点小忙，就想着携恩图报。既然你这么想爹娘，本公主直接送你去剑门，岂不是更好？本公主直接送你去剑门，岂不是更好？奴婢死不足惜，求公主看在奴婢冒死救了你的份上，为奴婢爹娘报仇。奴婢给公主磕头了。什么叫你救了本宫？若没有本宫烧了这醉风楼，过不了几天，你就是个千人枕万人玩的破烂货，倒不如死了干净。既然你这么想千人枕万人玩，本公主就开恩，让你好好享受享受。说罢，朝身边的侍卫使了个眼色，几个侍卫得令，神色贪婪地把我拎去旁边的过道。我没等那些肮脏的人触碰我，打开瓷瓶，把毒药灌进了嘴里。该死的！几个失望的侍卫像扔什么脏东西一样，把奄奄一息的我扔进火海，活活烧死。定不救这狼心狗肺之人！身体被烈火灼烧的剧烈痛意还未完全消散，我猛地一睁眼，竟是回到了从前。双儿姐姐，你很快就要挂牌接客了，难道你想过那种千人枕万人玩的日子吗？只要你帮本公主逃离这里，本公主让父皇给你封郡主，给你封地。郡主封地，郡主封地，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上辈子我不求荣华富贵，只求能为枉死的爹爹娘亲讨个公道。嘉诚公主却为了一己私利，恩将仇报，活活把我害死，甚至临死前还要让侍卫毁了我的清白。如今心思歹毒，还想让我帮她，简直痴人说梦。只是也不能让她就此绝望。天之娇女嘛，总要给希望。再在她以为自己就要逃出升天的时候，狠狠踩回地狱，才能起到杀人诛心的效果。前世她不是说我只帮了个小忙吗？那就瞧瞧没有人帮这个小忙，她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吧？还真是期待呢。奴婢自然愿为公主效力，只是你有要求尽管提，本公主什么都可以满足你。前世我未曾察觉，这会儿不处处警惕，才发现嘉诚公主虽然面上做低服小，眼眸中却带着一闪而过的狠戾情绪，可见从一开始她就没有真正感谢过我。公主言重了，奴婢是想这血书和玉佩多多少少都有伪造的可能，万一国公爷不相信奴婢的话，岂非耽误了功夫？最好能有那种确定能证明公主身份的事，这还不简单？这是本公主5岁时贪玩，不小心用水果刀划伤的，外祖父心疼了许久，你一说他就会明白的。郑国公知道，宫里太医院必定会有忌当，这么微小的伤处，若非嘉诚公主刻意提及，着实都不容易被外人知道。这把柄以后可是要派上大用处的呢。公主放心，奴婢必定把消息送到。双儿姐姐果然人美心善，事不宜迟，你趁着夜色赶紧溜出去，务必要在天亮之前赶到郑国公府，把消息告诉外祖父。现在醉风楼这种烟花场所，随时都有失身的可能，搬救兵这种事自是宜早不宜迟。嘉诚公主不是傻子，很清楚自己如今是整个醉风楼的重看准对象，绝没有任何可能逃出去，只能依靠我。跟前世偷偷摸摸从后院角落里爬墙逃跑不同，这次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去敲了老宝琴妈妈的房门。双儿，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熬夜对皮肤可不好呢。劳烦妈妈关心，双儿一切都好。妈妈，女儿知道新来的妹妹不听话，惹您生气了，就想着去劝劝她，谁知道……可是那小蹄子还不服管教，多挨几次板子就乖了。不是，妈妈，那姑娘说她是皇后唯一的女儿嘉诚公主，让我拿着她的亲笔血书去郑国公府找人救她。双儿不敢擅作主张，只能来告诉妈妈。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怎么会？我不是……难道她真的是公主？她可说了，妈妈胆敢折辱她，带她出去后定要把妈妈剥皮抽筋，还要把整个醉风楼的人都杀了。不会的，不会的，公主金枝玉叶，自会好好待在皇宫里，怎么可能被卖到醉风楼？一定是她为了逃出去随口胡诌的。我若在秦妈妈面前表现出自己相信了嘉诚公主的说辞，保不齐她会为了保守秘密对我动什么别的心思，自然要在她面前咬死嘉诚公主，就是在胡言乱语。秦妈妈不是傻子，很清楚这个嘉诚公主10有8九是真的。她已经打伤了公主的脚底板，又饿了她2顿，无论如何都已经把人得罪死了。若放她出去，自己必定只有死路一条。若说在这之前，秦妈妈是为了赚钱，绝不能让嘉诚公主跑了，如今便是为了身家性命，断没有半分可能让她活着离开。短短一小会儿功夫，我眼瞅着秦妈妈的神色从本能的畏惧到狰狞，再慢慢变为淡然。她饶有兴趣的抬眸看着我，双儿，你向来是个聪慧的，依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理？双儿愚见，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这句话是上辈子嘉诚公主跟我说的，现在我原封不动地还给她。虽说嘉诚公主沦落至此，总是插翅也难飞，但她迟迟没有踪迹，皇帝皇后少不得要派人四处寻找，万一这期间出了什么变故，后不堪设想。所以，虽然我恨不得狠狠搓磨她些时日，但总归夜长梦多，不如一刀抹了脖子踏实。秦妈妈定定地看着我，平日里瞧着你柔柔弱弱，是个性子和软的，没想到关键时候倒能拿得定主意，没有犯糊涂。这话说得直白，只差没点名我之前的温顺乖巧都是装的了，但我却并未从秦妈妈眼睛里看出忌惮、不满，反而多了几分赞赏。或许在她看来，一个处处乖巧柔顺的女子，虽然挑不出错，却总归少了几分情趣，需要个性鲜明、与众不同些，才更能吸引男人。双儿也是为醉风楼近100条人命着想，王公贵族向来视人命为草芥，万一出了什么事，上上下下一个都活不了。事到如今，最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干脆利落除掉嘉诚公主。可这人毕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眼瞅着就要成为摇钱树，就这么杀了也的确可惜。我心里怎么想怎么不踏实，却也不能强硬地逼迫秦妈妈立刻做决定，只乖巧地行了个礼，转身离开。走一步看一步吧，只要我盯紧了嘉诚公主，就算有人查到这里，我也能在她得救之前一刀解决了她。等等，双儿，你陪我去瞧瞧那小蹄子。是，前世秦妈妈事先完全没有任何准备，这才会被镇国公府的人杀了个措手不及。如今有了准备，自然不会再重蹈覆辙。秦妈妈并没有因为知道嘉诚公主的身份而有半分客气，反而吩咐人堵了嘉诚公主的嘴，像捆猪一样把她的4肢捆在床上。怎么？听说你是公主？看着我恭敬地站在秦妈妈身后，嘉诚公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我，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是你这个小贱人，是你去告密加害本公主。是啊，就是我害她，你又能如何呢？看着嘉诚公主无能狂怒的模样，我脸上的笑容要多无辜有多无辜。我也是为姑娘好。秦妈妈为人厚道，以姑娘的姿色，只要听妈妈的话，必定能吃香喝辣，何必编做出这么离谱的故事骗人？本宫没有编故事，本宫真的是公主。嘉诚公主自幼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哪里受过这般羞辱，越发气急败坏的恼羞成怒。警告你们，立刻把本公主放了，否则本公主必定会把你们千刀万剐，让你们生不如死。听着这话，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候了。但凡是个聪明人，都该做地府小，赌咒发誓的保证，只要秦妈妈把她放了，她不仅不会追究，以后还会做这醉风楼背后的依仗。有了这般利益驱使，或许秦妈妈真就动容了。如今人还在屋檐下，就这般喊打喊杀，摆明了要结死仇，谁会傻乎乎的放她走？看来我刚刚这番阳奉阴违，故意挑衅，已经把她气昏了头。这也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前世我虽然跟嘉诚公主相处时间不长，却也不难看出她是个狂妄骄纵的主。这样的人多半没太多脑子，只是仗着尊贵的身份为所欲为罢了，随便激一激就会暴露出本性。似是我脸上讽刺的笑太明显，嘉诚公主很快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换了伏低做小的模样。秦妈妈，只要你放了本公主，你想要多少银子，本公主都能给你，实在不必闹这样的不愉快。能在醉风楼这种三教九流云集的地方当老板，秦妈妈自是眼力过人，如何能被嘉诚公主拙劣的演技忽悠过去？换句话说，她若不暴露自己的公主身份，只说自己是个寻常商户家小姐，家里愿意用千金来赎，
还有一线逃出升天的可能。如今这般，却只剩死路一条了。秦妈妈朝身边的心腹归公使了个眼色，那人会意地点了点头，很快捧了一碗冒着热气的褐色汤药进来。嘉诚公主就算再没有脑子，也知道这不会是什么好药，忍不住打了激灵，下意识地挣扎着身子要往床角缩，可惜手脚都被牢牢捆住，怎么都动弹不得。你们想对本公主做什么？自然是让你以后都没办法胡言乱语。在绝对的力道面前，任何挣扎都是徒劳。嘉诚公主被那龟公强行掰开嘴把哑药灌了下去，那药力道很大，灌下去不过片刻功夫，刚刚还不停哭喊怒骂的嘉诚公主就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只呜呜咽咽的用满是怨毒的眼睛瞪着我。人总是欺软怕硬的，直到这会儿，嘉诚公主最恨的人也不是毒哑了她的秦妈妈，而是不肯冒被打死的风险帮她搬救兵还出卖了她的我。可惜恨又如何呢？前世我拼死保住了她的性命和清白，还不是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这样狼心狗肺之人活该下地狱。回忆起之前种种，我心底不断翻涌出恨意，适时补叨道：妈妈，这位妹妹只是不会说话了而已，还是会写字的。暂时不杀她可以，但任何有可能向外界求救的路子，我都会给她堵得死死的。放心吧，她这辈子都写不了字。似乎是为了印证秦妈妈的话，话音刚落，就见咔嚓两声脆响，嘉诚公主的手腕骨被龟公折断了。看着她痛苦不堪却又呼喊不出来的模样，我唇角勾起一抹畅快的笑意。复仇之路的第一步算是走通了。这位是人命如草芥的天之娇女，下场远远要比一刀抹了脖子更惨。正如我所料，出了这样的变故，秦妈妈没有继续搓磨嘉诚公主的性子，当天晚上就把她的牌子挂到了2等贵宾区。2等贵宾区都是商人，商人虽然不乏财大气粗的主，社会地位却低得很，就算做梦也没有任何可能见过公主。如此既能卖个好价钱，又没有任何风险，便是最好的法子。到底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儿，哪怕是个不能言语的哑巴，也有不少财大气粗的商人争抢着要拔个头筹，跟嘉诚公主春宵一度。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很快，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商人被请进了房间。这商人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主。房间里很快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我站在门口，透过缝隙朝屋里看去，眼睁睁看着嘉诚公主因为挣扎被那人狠狠甩了2巴掌，眸子死死盯着天花板，流出2行清泪。前世她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所谓的名节，残忍的对我赶尽杀绝吗？如今我就要眼睁睁看着她彻底失去名节，万劫不复。亲眼看到嘉诚公主的下场，我心里的恨意宣泄了不少，慢悠悠转身要回房间，抬眸却不知秦妈妈何时出现在我身后，脸上挂着惯有的笑意，眸中的神色却晦暗不明。双儿，这些日子好好准备着，务必要一鸣惊人，引得贵人垂怜。她上前2步，抬手抹去我肩膀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似笑非笑道：自作聪明又没有用处的人，何该落得个这般下场？我自然听得明白秦妈妈话里的意有所指，平静的垂眸应下。妈妈放心，双儿明白。何必他警告督促呢？我这些年日夜勤勉，无论舞蹈乐器还是取悦男人的功夫技巧，都仔细钻研，不敢有丝毫懈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入了贵人的眼。色艺双绝的妙龄女子，任何时候都是奇货可居的存在，绝不会随意在这烟杂之地暴殄天物，必定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时机成熟，秦妈妈必定会安排我去侍奉贵人。只要我想方设法牢牢抓住那贵人的心，就有机会查清当年的真相，为爹娘报仇。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支撑我在这风月场所活下去的唯一动力。爹爹娘亲只是山沟沟里最不起眼的猎户，向来与人为善，根本不可能跟谁结下死仇。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引来杀身之祸？午夜梦回之时，我眼前总会忍不住浮现出爹娘惨死时的场景，这其中必有隐情。犹记得那黑衣人杀掉爹娘后，一边抬手抹掉喷溅到脸上的血，一边不屑地冷哼道：宫里容不下那么多心善的人，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当时我还小，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如今看来却是跟宫里有关。想要查清楚爹娘惨死的真相，就要想方设法的接近权力中枢的人。我等的就是这个能攀附贵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有且只有一次，求人不如求己。上辈子我不该冒险行事，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只有一面之缘的嘉诚公主身上，落得那般下场。如今我要步步为营，
绝不会再重蹈覆辙。秦妈妈说，贵人一贯喜好身段轻盈的女子，接下来的日子，我日日对镜，苦练惊鸿舞，身段、动作、神态，甚至每一根头发丝都要练习到最佳状态，看得秦妈妈一个女人都有点如痴如醉了。偶尔在小院子里练舞时，我总能感觉有一道灼热的目光在暗处近乎痴迷地盯着我，几次想要寻找那抹视线的踪迹，却又在关键时候硬生生忍住了回头的冲动。那人既然不想露面，我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罢了，沉得住气才能走得长远。我的待遇自是越来越好。反观嘉诚公主那边，日子过得就没有这么轻松惬意了。自那天晚上开始挂牌接客后，她每天都要接待不同的客人。最初几次她还会反抗，在被秦妈妈再次狠狠收拾一通后，也渐渐屈服，起码不敢再用牙齿去咬客人的耳朵了。至于外面，这个年代，女子的清誉比性命更重要，就算尊贵如公主也不例外。即便嘉诚公主已经失踪了整整5天，皇后也只敢让郑国公府以贵重物品失窃为由，在城里暗中寻人。那些寻人的侍卫倒是来醉风楼转过几圈，被早有准备的秦妈妈轻轻松松敷衍了过去，之后便是越发变本加厉地搓磨嘉诚公主。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秦妈妈这种刻意为之的行为，似乎是在故意为谁出气。沉吟间，我脑海中下意识地闪过，时不时隐藏在我身后那道复杂凌厉的目光。他似乎暗中观察着我的一切，大概率也发现了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嘉诚公主的情况。难道是为我出气？这个想法才冒出来就被我否决掉了。在那些人眼里，我只不过是没棋子罢了，根本不值得费心思。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那人也跟嘉诚公主有仇。若那背后之人仇恨的源头也跟我一样，这条复仇之路无疑会比之前好走许多。我的仇人可不仅仅是嘉诚公主，还有她背后助纣为虐的郑国公府，以及端坐中宫的皇后。郑国公府一路扶持着皇后唯一的嫡子，也就是嘉诚公主异母同胞的哥哥萧如爵入主东宫，彼此互相依存，地位稳如泰山。而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太子萧如爵。要报仇，就必须把萧如爵从储君之位上拉下来，蚍蜉撼树，谈何容易？可我相信天界父子兄弟大多面和心不和，想置萧如爵于死地的人想必还多的是。我要做的就是沉住气，等待合适的时机。恍惚间，日子又过了小半个月，郑国公府那被贼人偷走的古董宝贝依旧没有找到半点踪影。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从何时起，茶楼酒肆中渐渐传起流言，说郑国公府找的根本就不是古董，而是已经失踪了好几日的嘉诚公主。无他，只因嘉诚公主心有所属，并不想依着皇后的吩咐嫁给郑国公世子为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跟自己的情郎逃去出宫，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了。此事涉及皇家秘辛，自然没有人敢大张旗鼓地对着郑国公府的人贴脸开大，但一传十，十传百，到底还是传到了郑国公耳朵里。三人为虎，就算完全没影的事，传扬的久了，也多少都有人信上几分。更何况嘉诚公主之前的确对这门亲事颇有微词。郑国公府虽然不想让自家世子成为驸马，活生生断了仕途上位极人臣的指望，却也不想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料，一时之间找起人来也没有那么尽力了。甚至不久之后，郑国公府的人还亲自出来辟谣，说嘉诚公主好好待在宫里，所谓借着追回古董的由头找人，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快就有人亲眼看到嘉诚公主的车驾出现在郑国公府门口，郑国公携全府家眷亲自出来迎接公主。在郑国公恭恭敬敬把嘉诚公主请进府时，有一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女子一瘸一拐地挣扎着要往前面冲，嘴里呜呜咽咽，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郑国公远远瞧见，厌恶地蹙了蹙眉。公主驾临的大喜日子，哪里来的乞丐平添晦气，还不快赶远些！很快就有家丁过来，像丢垃圾一样厌恶地把人丢到了旁边的小胡同里，扔掉之后还没忘厌恶地踹几脚啐几口。我的马车就停在小胡同尽头，见状让马夫把人捞了上来。身份尊贵又如何，还不是沦为弃子了？郑国公宁愿认一个冒牌货做外孙女，也没多看公主殿下一眼呢。嘉诚公主呜咽着就要冲过来掐我脖子，奈何她之前被折断的手腕骨还没长好，连撩头发的力道都没有。我一脚狠狠踹在她心口上，她受不住力道，整个后背磕到马车壁上，发出绝望的闷吭。知足吧，若没有本小姐，你连醉风楼的门都出不了。我厌恶地用手绢擦了擦刚刚触碰过嘉诚公主的鞋子，冷冷道：你已经废了，我若是你，干脆一头撞死算了。嘉诚公主狠狠地瞪着我，可惜她是个没中的，舍不得死，只能被我带回醉风楼，继续过千人枕，
万人玩的日子。嘉诚公主公开出现后，这些日子外面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跟皇家颜面、镇国公府的颜面比起来，到底谁是嘉诚公主并没有那么重要。就连那丢失的古董也已经找到，用不着再继续大动干戈了。我亲自去到嘉诚公主房间，给尚不死心的她把最后的希望彻底湮灭。听到这话，嘉诚公主整个人都傻了，她瞪大眼睛，愤恨地看着我，仿佛要把我生吞活剥。可有什么用呢？我上辈子那般低三下四的磕头求她，她还不是没有放过我。没有骗你，皇后和镇国公府真的已经舍弃你了。我摇摇头，语气里是说不出的平淡。如果让他们知道你如今成了这副模样，怕是会第一个杀了你。金枝玉叶，身份尊贵，她那从小到大时时刻刻引以为傲的权力地位，不过是别人赋予的，风轻轻一吹就散了。我走了，在我身后传来一阵阵呜咽的哭声。不知道嘉诚公主会不会有机会回忆起从前种种，如果有，大概会为自己恩将仇报的行为后悔吧。7天后是我及笄的日子，对青楼女子来说，这也是正式挂牌接客的日子。寻常这样的日子，秦妈妈会根据姑娘的姿色才艺，邀请到合适身份地位的人来办及笄宴。参加及笄宴的几人若对这姑娘有意，便会争先出嫁，以求拔得头筹。我这般奇货可居，虽不会如寻常般草率地以银钱多少来选择客人，却也该盛装打扮，隔着纱帘向收到帖子的贵客们献舞才是。但秦妈妈并没有这么安排，而是在入夜时分亲自把我带进最神秘的贵宾院。贵宾院正厅里早早长了灯，进了院子，抬眼就看到窗户上隐隐绰绰的男人剪影。秦妈妈没有继续往前走，只深深看了我一眼。进去吧，主子面前要小心回话。是。我乖巧地朝秦妈妈行了个礼，在对方有些复杂的目光中缓缓上前，抬手推开了那扇门。早在练武警醒有人在背后偷看时，我就知道这醉风楼的大东家大概率出现了。如今这般，着实没有任何意外。正厅里，一位身着浅蓝色锦袍的年轻男子正端坐在桌前，他微微低垂着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转动着手上的扳指。我转身关上门，随后上前屈膝跪地，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奴婢双儿给三皇子请安。是的，这醉风楼背后的主子不是别人，正是当今三皇子萧明泽。内阁外祖家军功卓著，盛极一时，又在帝王猜忌下九族皆诛，顷刻间化为乌有的三皇子萧明泽。话音未落，我便感觉到男子的目光定定落在我身上。我没有动，只继续保持着跪拜行礼的姿势。今天这样的场合，容不得我行差踏错半步。如此僵持片刻，大厅里静得连烛火燃烧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头顶上方才终于传来一道年轻有力、听不出什么喜怒的声音。你可听说过一句话，越聪慧的人死得越快。三皇子过奖了，奴婢天生是个愚笨的，哪里有什么聪慧，不过是主子指哪儿打哪儿罢了。我这种身份的人，从始至终都只配做棋子，可即便是做棋子，我也要做最有用的那一颗，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以一己之力搅乱整个棋局，让敌人再无招架之力。听我大言不惭地说着跟事实完全不符的话，萧明泽并没有动怒，反而轻笑一声。你如何确定我是三皇子？原本是不确定的，这不您自己承认了。我抬起头来，回给三皇子一个人畜无害的明媚笑容，见他没有打断我的意思，方才一字一顿地继续道：话说回来，除了三皇子您，只怕没有人会这么恨嘉诚公主，着意让她受更多的屈辱了。嘉诚公主这般姿色，哪怕是打发去伺候商人，短时间内也是奇货可居的存在，并不需要每天伺候不同的男人，那样只会把好好的绝色美人儿变成消耗品，赚的银子不仅不会多，反而会少，完全得不偿失。秦妈妈一个生意人，绝不会这么做，会做这般损人不利己的赔本买卖，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憎恨而故意折辱报复。见我提及此事，萧明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只轻轻挑了挑眉。这话从何说起？嘉诚公主可是本皇子的亲妹妹呢。是亲妹妹不假，同时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可曾听说过，萧明泽外祖家倒台后，他跟母亲淑妃娘娘没少受皇后母子几人的折辱。嘉诚公主长得美艳绝伦，却最是心肠狠毒，时不时就会故意把自己养的大黑狗放进拘禁淑妃母子俩的冷宫。淑妃为了保护年幼的萧明泽，数次被黑狗惊吓，撕咬得血肉模糊。三皇子惊惧愤恨之下吐了一口心头血，从此之后身子孱弱不堪，1年12个月，总有7、8个月病得下不来床。若不是淑妃娘娘生前与人为善，一个之前受过她恩惠的小宫女，通过让自己在太医院打杂的未婚夫去给萧明泽诊治，萧明泽早就如他母妃那般成了一捧黄土。之后
那小宫女更是趁着皇帝去御花园闲逛的功夫，冒死将淑妃生前藏着的信交给了皇帝。那信上写的什么，旁人无从得知，只知道皇帝亲自去把剩不了几口气的萧明泽从冷宫接了出来，并把之前欺辱过淑妃和三皇子的奴才全部杖毙。从那之后，皇帝虽然依旧对萧明泽爱搭不理，却时不时派人关照他的饮食起居。皇后虽然恨得牙根痒痒，却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加害萧明泽。好在之前那些折辱的经历给萧明泽留下了病根，让他的身子格外虚弱，不仅袭不了弓马，就连去上书房读书也三五不时地请假。渐渐的，皇后也歇了迫切要除掉他的心思。当然，这其中还有一重缘故，那个貌似帮助萧明泽的小宫女和太医，竟在一夜之间如人间蒸发般离开了皇宫。有人告诉皇后，那两人手里掌握着皇后陷害淑妃家族的证据，若三皇子萧明泽有任何闪失，他们就来个鱼死网破，把证据呈送到皇帝面前。皇后虽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掌握了多少底细，却也不敢轻易去赌，便又消停了几分。如此，萧明泽才能挺着一副随时都摇摇欲坠，恨不得下一秒就要咽气的身子，活到20多岁。但皇后这些年来也从未放弃过寻找那太医和小宫女的下落，哪怕他们已经躲进了山里，依旧不肯放过，把人杀了。我面色平静地讲述着这一切，萧明泽亦面色平静地听着，直到我说完，才勾了勾唇道：“你知道的倒是清楚。”我恭恭敬敬地朝萧明泽磕了个头，感谢三皇子查出奴婢爹娘当年惨死的真相，也感谢您能让人告诉我。我不是傻子，很清楚地知道，自从那道灼热的目光开始在暗地里打量我时，那些原本怎么调查都没有眉目的事，开始一点点浮出水面。这其中是谁的手笔，不言而喻。他需要我做什么，更是不言而喻。你果然是个聪明的。萧明泽眸中闪过一丝不加掩饰的欣赏之色，同时又有那么几分隐忍的挣扎。没错，你的爹娘曾受过母妃大恩，皆是为保护母妃和我而死，是我亏欠了你们，你爹娘的仇我可以为你报，我放你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笑话，若是真想放了我，又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或许有那么一瞬间，萧明泽的确想放了我，可惜那样微弱的一念之差，远远抵不上他要复仇雪恨的决心，更抵不上他对这万里江山的渴望。心下笃定，我看着萧明泽的眼睛，一字一顿道：“奴婢爹娘的仇，自该由奴婢自己来报。奴婢愿意以身为饵，使出浑身解数蛰伏在太子身边，在关键时刻给予他致命一击。”用女人监控笼络朝臣，是最直接、最兵不血刃的手段。虽然朝廷明令禁止官员侠妓，可这种事哪是轻飘飘一条所谓的规矩就能禁得了的？不敢放在明面上，少不得需要人在私底下偷偷安排。男人被伺候的舒服的时候，是警惕性最低的时候。那些训练有素的姑娘，便趁着这个机会，不动声色地从这些官员口中套问出朝廷秘密。这些秘密很快就会送到萧明泽手里，成为他在关键时刻拿捏文武百官的利器。这醉风楼大概也只是萧明泽众多情报线里的一个。谁也不会想到，那个平日里病恹恹，多走几步路都恨不得要咳血的三皇子，竟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这么强大的情报机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皇帝、皇后天真的以为诛杀了淑妃母族，就能让萧明泽彻底失去依仗，却不知道世家大族根基深厚，在暗处培植的势力人脉远远超出想象。当年将军府的一泽，纵使如今朝中风光无两的镇国公府也远不能及。唯一遗憾的是，这些年送到太子萧如觉身边的女人着实差强人意，过不了几天就被玩腻赶了出来。少数几个留下来的，也没有逃过萧如觉的试探猜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东宫里，半点用处也无。在看到我的那一刻，萧明泽心底的希望重新被点燃，他开始一次次有意无意地在暗中试探我，而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两人四目相对片刻，都从对方眸中看到了彼此复仇的决心。终是萧明泽主动开口：“此去九死一生，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没有人救得了你，你可想好了？”是。我重重点了点头，奴婢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能亲手把仇人全家送进地狱，就算最终要丢掉这条性命又如何？当天晚上，我就被秦妈妈安排人秘密送进了太子府。我的美貌，我的舞姿，我伺候人的本事凝聚到一起，对素来对女人极度挑剔的太子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如痴如醉，不顾一切地跟我抵死缠绵。那晚过后，我被破例留在了太子府。情到浓时，太子搂着我一遍遍亲密呢喃：“双儿，本宫如今虽然不能给你任何名分，但本宫保证来日登基为帝时，必定让你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贵妃吗？可惜没有那一天了。我心下冷笑，面上却给他一个恰到好处的乖巧笑容。奴婢不求名分，只求能日日夜夜陪伴在太子爷身边。这是自然。芙蓉帐暖，
男人不切实际的承诺在耳边渐渐飘散，男人不切实际的承诺在耳边渐渐飘散。太子把我带在身边的时间久了，我自然而然的就能从字里行间探知到一些朝堂上的消息，但我没有急着把消息传递出去，而是始终安安分分的蛰伏着。毕竟谁也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故意引导的意思，我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绝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与此同时，萧明泽也始终按兵不动。韬光养晦那么多年，我们都是格外能隐忍的人。我很清楚，对于垂垂老矣的皇帝来说，正值盛年又有强大外祖家势力支持的太子，原本就是插在他心里最深的那根刺。只要时机成熟，用不着别人动手，他自己就会毫不犹豫地拔除。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快，这个时机就到了。不知是谁起了个头，朝堂上开始有御史参奏郑国公府私自豢养暗卫，并且在明知道嘉诚公主失踪的情况下，不派人尽力寻找，反而找了个容貌相似的女人易容假扮公主。皇帝近些年痴迷于炼丹，哪怕对嫡出的女儿也没有多少关注。见到这样的折子，顿时大怒，当即就把嘉诚公主唤到跟前。皇后和郑国公府早有准备，兼知皇帝对女儿的了解甚少，一番查问之下，并没有察觉出什么不妥。关键时刻，还是太医院副院正在查看之前的病历记录时，发现嘉诚公主5岁时手指上受过伤，留有一道浅浅的刀疤。皇帝当即命人查看，却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嘉诚公主手指完好无损，嘉诚公主手指完好无损，根本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皇帝勃然大怒，审讯之下，果然发现公主是个冒牌货。至于郑国公府豢养暗卫，更是大逆不道之罪，一旦激起千层浪。之后又不断有人弹劾郑国公府种种罪行，其中不少矛头暗中指向太子萧如绝。皇帝派人去太子府查证时，竟意外在书房和太子所居住的主院偏院里发现了几处诅咒皇帝的巫蛊娃娃。巫蛊之祸在历朝历代都是死罪，但凡沾染，绝无脱身的可能。太子当即被囚禁在东宫。在封宫之前，我被人不动声色地送出了东宫。听说太子一直喊冤，说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巫蛊娃娃。他当然不知道，那些巫蛊娃娃都是我放的。之前接连用假消息试探过我几次，见我始终不为所动，加之被我伺候得十分舒心，太子对我的戒备渐渐少了许多，时不时也允许我在四处走动。我便利用这样的机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放了巫蛊娃娃。其实这样的手段并不算高明，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老皇帝已经对太子笼络朝臣的行为十分不满，早起了猜忌之心，不过是少个由头发作罢了。老皇帝被气吐了血，他下不了死手打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却不会对郑国公府手软。彻查之下，查出了郑国公府当年栽赃陷害将军府的证据。其实谁都知道，当年要把将军府连根拔起的是皇帝，郑国公府只不过是皇帝手里的棋子。但事情败露，被推出来顶罪的自然也是棋子。郑国公府满门抄斩，重复了将军府10数年前的悲剧。老皇帝气吐了几次血，身子越发不好，没过几日就正式下旨废除太子，另立现如今唯一的儿子三皇子萧明泽为太子。萧明泽数年来苦心经营，如今宫里已然是他的天下。他问我希望皇后怎么死，我想了想，求他允我进宫亲自送皇后一程。如今皇后已是罪臣之后，自然没有资格继续住在凤栖宫，而是被发配到了淑妃曾经居住的冷宫，日日饱受折磨。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得知我今日要来为爹娘报仇，皇后满是横肉的脸上越发狰狞，她死死盯着我，眸中灼热的气息仿佛要化为火焰把我吞噬掉。苏玉儿那个小贱人，明明是本宫的奴才，却偏帮着淑妃，这般背主忘恩的东西，活该天打雷劈。没错，母亲确实是你的奴婢，她对你忠心耿耿，你却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她有心上人的事实，执意要把她许给老太监，是淑妃娘娘不忍心救了她。这样刻薄寡恩的主子，活该众叛亲离。她的命都是本宫的，就该为本宫奉献一生。这样卑贱的下人，凭什么想自己收获幸福？皇后已然是个变态，她得不到皇帝的宠爱，也见不得任何人幸福。成王败寇，如今落到我手里也是你的福气。这么多年了，她得亲自去给我爹娘赔罪。你这个小贱人，我要杀了你！皇后面目狰狞的豁然站起身，猛地就要冲过来掐我的脖子，然而还不等触碰到我的衣角，就被工人粗鲁的薅着头发拖了回去。皇后犹自挣扎，被工人狠狠一脚踢在膝盖处，吃痛的跪倒在地。工人犹不解气，又给了她2记耳光，低骂道：不长眼的东西，双儿姑娘可是太子爷心尖上的人，伤着一根头发丝儿，看太子爷不剥了你的皮。这话落到皇后耳中，无异于直接戳了她的肺管子，让她越发疯癫。
萧明泽不过是一个罪臣之女生的贱胚子，如何配做太子？本宫要见皇上，本宫要见皇上。我静静地看着皇后无能狂怒的模样，心中无波无澜，只摆摆手，示意旁边的工人动手。他说的没错，做坏事是要遭报应的，他现在所承受的就是报应。皇后喝下鸩酒，如我前世那般，很快呕出一大口鲜血来。趁着他还没死，我让工人把他拖到了后院里。那早已颓败不堪的后院，是皇后母子几人当年时常欺压折辱淑妃和萧明泽的地方。自从淑妃为保护萧明泽上吊自尽后，这里就一直冷气森森的闹鬼，用来关押嘉诚公主最合适。在醉风楼做了那么久的下等营生，嘉诚公主已经被搓磨得不见人形。见我进来，只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用嘶哑的声音呜咽不清地说着什么，瞧瞧，跟他那位作恶多端的母后一样，只会无能狂怒。别骂了，我是好心送你们母女二人来团聚的。我命人把奄奄一息的皇后扔到嘉诚公主身边，之后又从袖中掏出火折子，点燃事先准备的柴堆，把这母子俩扔了进去。废太子萧如觉结党营私，大逆不道，被皇帝判了终身监禁。据说监禁第2天他就疯了，在府里情绪激动的大喊大叫，又哭又笑。他以为疯了就可以活下去，可惜萧明泽从不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主。前20年所受的屈辱，足以让他明白斩草一定要除根的道理。很快，疯魔的废太子就不小心掉进了荷花池。待下人发现时，尸体都凉了。1个月后，皇帝驾崩，萧明泽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建成。萧明泽抹去了我在醉风楼以及跟废太子之间往事的所有痕迹，只以我爹娘当年拼死保护他活下来立有大功为由，破例册封我为郡主，并赐下一块不大却富庶的封地。我领旨谢恩，麻利地收拾行李，连夜启程往封地去。最是无情帝王家，我比谁都清楚，那点所谓的从容之功根本不足以保我一世无忧。再不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惹祸上身。在京城里处处胆战心惊，怎么比得上去封地逍遥快活？马车里，小宫女把包好的葡萄递到我嘴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郡主，奴婢觉得皇上心里还是有您的。我不置可否地笑笑，或许吧，但已经不重要了。